大家欢迎回到地产职研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聊聊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系的东西。过敏吗？讲的是没有错，我最近过敏是比较严重，但是我们今天要讲更大、更有意义的话题，就是有关税季，跟钱有关系的。对，我是你的地产一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地产经纪九力。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颜值提高了？各位，是因为 GK 已经不在我们当中啊？不是，他去度假，对。但是这季后他可能就不用回来了啊，不用回来。没有啊，开玩笑。对。好了，那我们是南家的专业经纪人，对，也一样哈，更专业的人来了。在我们当中，他是每个礼拜给大家带一点小小的干货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买卖的过程中，好吃不贵，不好，安心不贵，一步到位啊！包括就是喜欢这样的干货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，好不好？对，点赞不迷路。没错。好了，这就是一通废话，中间呢，美女要介绍一下我们嘉宾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是 Linda 是南京人对吗？对，没错。南京人我喜欢哈，这个我好多好朋友都是南京人。喜欢归喜欢，那请问你的工作范畴是在什么地方？我呢是一名注册会计师 CPA， 这个听起来像维他命的这个蛋白，什么意思？CPA 其实全称就是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。原来是这样 ，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。对，所以我们不是只报税而已哦。你们就报税呗，你还干嘛？你来说一下，那你们收报税来做什么？会计师，我自己个人理解哈，一个好的会计师不只是报数字而已。因为报数字的话，其实讲实在，对各位 taxpayer 纳税人来讲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你还是就这么付出去钱去给国税去。是。那么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，其实是应该发生在每年12月31号之前的，也就是 tax planning 做税务规划的这里。那为什么12月31号这个尴尬的数字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每年报税的时候，我们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啊。对，所以你现在虽然是3月份了，马上4月份，然后报的其实是就现在而言的话，报的是23年的税，对不对？那么23年是定义在1月1号到12月31号。所以不能说是这个临时才要去报 CPA 缴，要在那个4个月前就要去报它。那么其实报税这一个动作呢，确实是现在这个时候正在做的。对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你想你的税表从本质上来看比较好看的话呢，那么其实做税务规划的这个工作是应该在去年就要完成。当然，我们1月1号到4月15号之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操作空间，有一些东西可以用进去抵税。对。但是绝大部分 unfortunately 它其实是在上一年规划就要做好，最好提前准备好。提前准备好。讲到抵税这个东西，我就喜欢你待会可以稍微聊一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抵税了啊。好，那稍微展开来聊聊。今天来这一期呢，我们主要是服务我们的经纪人，因为经纪人是我所知道，包括我自己最会乱报税的群组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每次看到经纪人来就开始七孔流血说：“你让我擦个鼻血。”所以这个实际上就很多经纪人他们说是我们是个人商业行为，我不需要有公司，请问这是对的吗？这个首先第一，有3条线因素啊。当然，你个人的话是会有个人的想法，有的经纪人是希望就是我管他。我们有些经纪人很有想法。对，是我不想成立公司，每年像加州的话，每年要付800块钱那个 minimum franchise，我就不想付这个钱。但是呢，从我们负责人的角度来讲呢，我们不推荐这样子做。是。因为首先第一个原因，从风险规避、法律责任规避的角度来讲，就首先不推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弄了 LLC 的话，其实是把你就是 realtor 这个事业把它单独摘出来包裹起来了。那么假使说中间出现了一些岔子，对吧？出现了一些法律责任，你要告你了还是怎么样？那么他只能追溯你的 LLC 里面的资产。那么你个人其他的资产，比方你有自己的房产啦，或者其他的公司啊，这些东西都不会被告到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个人的，那么公司都没有成立去把它包裹起来的话，那么那很不幸了。如果不小心就被告到了，还是怎么样？有什么？那么都是他都有可能会追诉啊。OK， 所以有 LLC 是一个。等一下，可是我之前听人讲说这个什么 LLC， 我就听人讲说 S Corp 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其实 S Corp 是一种税务形式，就是其实呢，LLC 来讲的话呢，像一般经纪人一般都会成立一个 LLC， 但是我们可以tax 就做一个 tax election 作为 tax as S Corp。
这样的话你两边的好处其实都能沾到，因为 LLC 一般来它组成结构比较简单，对。那么你要像 maintain 啊，去这样子的话，也 compliance 的话，也比 S corp 的普通 S corp 的要求要稍微低一些。OK。但是呢，你如果 tax as S corp 的话呢，那么你又可以在税务的角度上又沾到了这个 S corp 的好处。雨露均沾。要 LLC 还要有一个 S corp， 两个都要有吗？其实就是一个 LLC， 但是你把这一个 LLC 的 tax election 把它做成 S corp。S corp 还要另外再付钱吗？ S corp 不需要另外付钱，因为它就你其实还是这一个公司而已。它是一个 LLC， 对不对？你对，如果这样讲的话，你可以这样的作为理解的方式，对，但它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公司。I see， 所以这个这个叫什么？就是它是一个包装的方式。没错，但很多 S corp 的话，如果你可以达到做 S corp election 的这个条件，对。那么一般来讲呢，你的收入最起码要我们推荐哈，大概7万8万的样子，如果你 profit 能做到那样的话。对，你是赚1-2万块，你不要报税了，你搞什么东西？对，大家要加油，还是要报税的哦。但是只是说呢，那个时候你的 S corp 会有比较大的税务优势，原因在于哪里？这个是干货，一定要仔细听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呢，如果你做只做一个 LLC 的话，那么你在报税的时候，你的这个 profit 这个收益其实是 flow through 到你个人的税表 Schedule C 上面的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就会有一个叫 self-employment tax， 自雇税高，对不对？对，有15.3%。非常的高那么如果你没有做这个 S corp 这么一个动作呢，那你所有的这个 profit 都是按这个15.3%的税率要交的。但如果你做 S corp 的话，因为你的一部分已经把它撇出来加出来 ，S corp 的要求是你要给自己发工资，就是要给他的雇员发工资，你自己作为雇员之一或者唯一的雇员。那么你只有发的工资的这一部分呢，那么是需要有这个15.3%的这个税。但是你不作为工资的这一部分，作为distribution 就是 K1 的方式到个人税表上的话呢，是没有这个15.3%的税的，省很多而且那这中间这部分呢，就是我们可以所谓一些开支这些东西可以把它给消化掉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开支有些东西就会又5亿就给自己薪水就10块钱，其实也是可以。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哦。就是因为 S corp 它有非常非常大的税务好处。所以呢，一般来讲的话，你最起码要给自己开到大概60%的profit作为工资。听到了啊，开10块20块的个。对，这样才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样才比较在 IRS 的眼里才看上比较 reasonable， 比较合理。而且一旦被盯过了，你就上黑名单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以后他3不5时，这个老王最近又会来看看你。一般是这样，对。如果你要是被 audit 过的话，那么就你再次被 audit 的几率就会有所提升。OK， 就是有这种再来一罐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没错，你以中奖再来一罐。对，但是呢，具体分析具体的案例要具体的分析，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、每个公司它都适合这么 S corp 的这么一个方式。所以就好比做税务规划一样，每个人都需要做税务规划，对，但并不是一个税务规划的那个 plan 就可以像 cookie cutter 一样。可以适用于每一个人。那我又不是报税务的，我哪知道我是适合什么东西？我跟谁聊？跟我啊。又被再次刚好，如果再被谁讲然后开玩笑。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这个大家都很关切的事情。好的。什么东西是可以拿来抵税的？对，很关系到省钱的。衣服行不行？衣服一般来讲是个比较 gray area 的地方。OK。对，因为其实之前有人问过说像我们地产经纪 realtor 的那个置装费。是不是可以？我穿睡衣上班。那也可以要买那种相正的睡衣的。那么总的第一个 guideline 就大家记得一点，就是说是不是 reasonable， 是不是合理性 ？OK， 就被查起来。对，那么你是不是可以？你是不是可以 justify， 可以解释得通你这个东西？所以一般来讲呢，我们说，不会太建议说你就是说就很 aggressive， 就这些东西都全抵上，不管3721，想用的全用上，合情合理，一定要是合情合理的这么一个范畴之内。那讲到范畴，就不得不说到饭，所以吃饭怎么样？吃饭可以报吗？吃饭是可以的，就你如果是跟客人吃饭，一天吃8餐。
这个reasonable 吗？少量多餐啊，这个就不行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3者的思维里面的 too aggressive， 就是吃6餐差不多的时候。到时候对，餐都没得吃，而且你现在安风露宿，对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会建议哈，如果是你跟客人出去吃饭的，因为了这个谈这层业务，对，那么说 marketing 相当于marketing advertisement 这个范围之内，什么就吃饭 meal entertainment， 对。那么希望就我们会建议呢，你是把这个收据 receipt 要保留下来，然后呢在背面呢要备注你是哪天吃的和哪一位客人吃的，然后它的 purpose 它的用途是什么。那我能不能像 credit card 那么方便，每个上面都有 statement 都写说是哪一，就是光 credit card 不够，一定要留下它的 receipt。就按住看到 credit card 就amateur 来骗啊，这个也行，想多了。对 receipt 的话呢，对，我们会建议你把它留下来，因为留下来的话，你就把它扫描进去就好了，变成 digital copy， 这样你永久保存，对不对？不至于留下来啪厚一大叠，那样也很烦。我家常常就出现这种很奇怪的纸在那飞来飞去，这样不想知道啊。对，就很简单，写完了以后你把它拍一下，对吧？然后就自己弄一个什么背书一下，对，一个纸板，然后写字画呀，压个小日文字。那像车子呢？我们交通工具这个部分，有人就喜欢买飞机的这种，可以帮吗？飞机？车子。车子的话，如果是 business use 的话，那么是可以。就比方讲，你个人比方就如果打个比方哈，你这个个人的车，你是85%是用作 business， 那么你85%的这个车子方面的这些开支，那么就可以用来抵税。包括什么 maintenance 这些东西都可以算是吧？可以算上去。对。如果我喜欢在车里面就是放几块金仿，这些也可以上。不可以，你看我3条线下来，你在抄家伙要准备送人，对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那这个像租车跟买车，哪一个有 realtor 报税来讲会比较好？有人喜欢租，有人喜欢买。对，租车的话呢，一般来讲，租车就是你相当于公司，一般就是你这个注册的这个公司拥有这个租车。OK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100%的那个 lease 的那个 payment， 他们呢就可以去抵，因为这是100%的 business owned 的 car。OK， 但是的话呢，你如果是买车的话，就自己的车，但是只是一个 percentage 用作公司用途，那个也 OK。只是说你到时候以后卖这辆车的时候呢，有可能对吧？你还肯定会有这种value 嘛，就会拿钱回来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你因为这辆车以前做过 depreciation， 做过折旧。对。那么你那个时候呢，你在把它那个车卖掉的时候，那么你之前做的 depreciation， 那么就要被加回来，作为这个对，作为一个方式。我租车以后，我就想买那台车了。那就是像 lease buyback 那样的情况嘛，那也可以啊。但是在 lease 的期间的话，你就会是 lease 的做法的100%对。然后那么你在 buyback 时候那就另一说。但是这个的话还是老话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因人而异。对，因为你要找专家了。对，到时候就要帮你算一算你划不划算嘛，这样一个做法。对。好，那大致对我们这个可以报的也可以就是有点了解了，但是。听说你有一个 list of things that 你可以去抵税的，对，这个到时候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们稍微聊，就是1分钟聊一下，就是有什么东西你常常看到人家是不应该用在抵税上面的东西？乱来。对，乱来。打个比方。再插个话，这个家里也可以弄成 home office 对吧？可以，我其实恰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跟 home office 有关。对，这个 home office 其实我有见过呢，就是说这个家里面就 repair 哈 ，OK， 就是一些 repair maintenance 嘛，对会有。那么他修的明明就不是 office 这个区间，这个地方是主卧那里。OK。那么喜欢在主卧办公不行啊，奇怪了。主卧如果你真的有辟出来一块 designated 就那个 area 是就很自然，就他就会走。但是这个就不太，你知道，就有点 reasonable 吗？对，但是就那样的话就非常 aggressive， 因为那一块完全跟
跟那个 office 就没有关系啊，那么就很难去抵扣这一部分。明白。对。但是你如果是完全那一部分就是在 office 里面产生的一些 repair， 那么100%其实甚至不是 percentage 都可以抵扣。好的，谢谢这个 Linda 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分享，是我今天美丽的这个 co-host 今天真的是让我们大家学到很多东西。好，那喜欢这样的干货，各位记得要点赞、关注、订阅啊！这个以后类似的干货、类似的大概我们会继续带给大家。就这一期就到此结束，爱你们，拜拜。